华为 Mate 60 Pro， 华为马上要发布的新机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它。首先要感谢热心网友华山论剑4869为我们提供了这台手机。那我们团队这2-3人啊，真是抢不着这台手机啊。于是这位大侠呢，就把他的手机借给我们用了。每当出现了这种能力又强而且又有爱心的大侠时，我就感觉人间还是非常美好的。说到这儿呢，可能后边的这个普尔加呀，还有今年的 iPhone 啊，可能还得求助于各位了。我们这个团队2-3人真的是，抢不着啊，人手不够啊。那说回这台 Mate 60 Pro， 那官网中呢，这次又用了超光变和物理实感光圈可变的字样。那么华为说的超光变呢，并不是光变啊，因为光变指的是光学变焦，而这台手机呢是没有光学变焦的，它都是定焦。再说一遍啊，没有光学变焦，它都是定焦镜头。那至于超光变呢，他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说的是主摄的可变光圈。那可变光圈呢，它也不是10档啊。这台手机的物理可变光圈呢是4档，每一档光圈变化必须得是进光量的成倍变化，快门速度的成倍变化，这才叫1档光圈啊。譬如说从 f1.4 变到 f2.0， 这是一整档光圈。那中间的 f1.6 跟 f1.8， 虽然说它也是光圈变化，那些都是几分之1档，而不是一整档。说几档光圈啊，说的必须得是进光量的成倍变化，还有快门速度的成倍变化。那这台手机呢是4档物理光圈加上数码计算什么的，一共有10档光圈可以挑啊。那行吧，我们的节目呢一直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，我也会用这台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。我拍的不好，抛砖引玉，主要是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就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，但需要注意的是啊，是台手机就能拍，您的手机也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。那下面呢，就来好好看看它的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Mate 60 Pro 后摄3颗镜头，3颗定焦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，还有3.5倍的长焦镜头。在拍摄界面中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最远的10倍呢是3.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，它是没有10倍光学镜头的。在拍摄选项中的大光圈里呢，就可以调节主摄的光圈了。物理光圈呢是4档 f1.4、f2、f2.8 和 f4.0。虚拟光圈呢就是物理光圈加上算法，可以模拟出其他的光圈效果。这个时候呢有10档光圈可以调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各个镜头，还有各种应用环境，什么微距啊、人像啊、夜景啊、录像啊这些，来看看这台手机的影像表现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，参数都写这儿了，我就不挨个念了啊，咱们直接看实拍效果。现在就是主摄最大光圈 f1.4 跟最小光圈 f4.0 的拍摄效果对比，那可以看到背景虚化的差别还是挺明显的。但是呢，这必须得离被摄物体很近才能看出效果。那如果离被摄物体比较远，比如说这张照片，当时离被摄物体2米左右吧，这个时候无论是 f1.4 还是 f4.0 的光圈，背景虚化都没有什么差别了。这是因为手机的主摄非常小，它的相场就非常小，它跟相机的背景虚化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现在是主摄默认状态下拍摄的样片，默认状态呢，它的光圈是 f2， 中心解析力还不错啊，但是边角画质下降的还是挺明显的。这次主摄的照片啊，还是会裁一圈画面再输出。现在是左边的RAW格式跟右边的直出 JPG 的对比，可以看到直出 JPG 画面呢是比RAW格式要小一圈的，
那具体拍摄范围呢，如图所示啊，这个红边呢就是被裁掉的范围。它裁掉这一圈画面啊，其实不是特意为了保证边角画质，因为华为的主摄啊，它一直就是27、28这个焦段，它可能为了跟原来的焦段保持统一吧，捎带手呢，它会让边角画质看起来更好，让整个镜组的光学质量看起来更好。只不过这次裁了一圈，边角画质依旧下降的很明显。再看一张主摄的样片吧，中心解析力还不错啊，边角画质下降的没有另一边那么明显，但依旧是有下降的，而且还有紫边。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但是跟默认模式比呢，这个颜色的差距好像有点大，而且紫边更严重了。中心解析力呢也差点意思。这种情况不是个例，你看这一组也是，注意看天空的颜色啊，还有天空跟树叶之间的紫边。那么中心解析力的区别呢，反正高清模式啊也有点差强人意。这回忘了测 AI 高清模式了，那下回对比的时候呢，咱们再补上吧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这视角是真不窄啊，等效13毫米，就是像素呢只有1200万像素，没有高清模式。现在就是主摄跟超广角在同一场景的视角对比图，颜色的统一性做的也是不错的。只不过呢，这中心画质还是没问题的，这边角画质的下降嘛有些明显。再看一张超广角的样片，颜色呢还是我很喜欢的，中心解析力没有问题，边角画质的下降呢还是有些明显的。那看来超广角镜组的成本啊还是被省下来了。Mate 60 Pro 拍摄微距还是非常厉害的，主要是它3.5倍长焦镜头的长焦微距是非常好的，而且对焦也是非常好的，用起来非常不错。只可惜呢，它跟 P60 Pro 比，就是超广角拍微距稍微弱一些，但是它的长焦微距依旧是很不错的。既然说到长焦了，咱们看看这颗3.5倍的长焦表现。它是有原生4800万像素的，但是它只输出1200万像素照片啊，它没有高清模式。高清模式会自动用在数码变焦上，比如说超过3.5倍以后的5倍啊、10倍啊。样片先从2倍开始看啊，虽然说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，但是在解析力上呢，还是比用主摄拍1倍要来得清楚的。现在是2倍跟3.5倍镜头的对比，那3.5倍镜头就是光学镜头了啊，2倍还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解析力的区别呢还是相当明显的。现在是3.5倍跟10倍焦段的对比，10倍呢虽然是3.5倍的数码变焦，但是它是用3.5倍的高清模式拍完再裁切的，解析力确实比3.5倍的要强。再说前摄，咱先说自拍啊，自拍呢用的就是默认设置，没有点其他的，没有调其他的，系统也应该没有进入人像模式啊，因为背景也挺清楚的。脸上呢是有些磨皮的，但是磨皮的痕迹并不重，还是保留了一些细纹。总体来说呢，效果我觉得不错。再说前摄录像，我怎么感觉画面的比例有点问题啊？人物像被压扁了一样啊！颜色、防抖、清晰度倒是都不错。再说人像拍摄，美颜是有一些的啊，肤色也不是往红润方向调的，但是整体效果，尤其是肤色，是我喜欢的。它的肤色呢看起来很沉稳，我不知道这个色调女孩是否会喜欢啊，但是拍摄男生，我估计没人会觉得不好吧。再说直出扩张度的表现，那先说难度低的场景，这台手机的表现还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表现的都很好，画面呢也都很好看。但是到了难度高的场景，比如说这最后2个场景，那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可能就有点难以应付了。下期对比视频呢，看着更直观一些，咱们下期再说。夜景拍摄，先说一下这台手机的问题。就是到了比较暗的环境呢，主摄的成像速度还是很快的，按下快门之后呢，右下角的照片就出来了。但是超广角可不行，按下快门之后，屏幕上没有任何的提示。那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动啊，一定要等右下角的照片拍出来之后你再动，否则照片就虚了。先说第一个场景啊，难度不是很高，亮部跟暗部细节的呈现呢都挺丰富的啊。现在呢都是直出啊。第二个场景呢表现也是没问题的。现在是2倍焦段跟3.5倍镜头的夜景表现，2倍呢就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3.5倍呢就是用3.5倍镜头直接拍的，效果都还不错。但是到了难度高的场景，那这个场景老观众是比较熟悉的，主摄跟超广角把亮部细节拍得非常糟糕。最糟糕的是，就算打开夜景模式去拍，主摄的亮部细节也是很糟糕的。这是我遇到的第一台连夜景模式都搞不定这个场景的手机。那真是有点不过现在它还在不停的更新系统啊，我们下期对比视频的时候看看它有没有什么进步。昏暗的城市变道，你别说这回主摄跟超广角的直出表现还都是不错的啊，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很好。堵川神树场景就非常的暗了，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。
主摄的表现还不错啊，超广角稍微差一些。但是健身器场所主摄的表现可以说不甚理想。这个场景主摄我拍了7、8张照片，全都是这样，还有比它更次的。它可能是这个价位的手机里边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最差的一台了。不过好在啊，祖传神树 Pro 这个非常暗的场景，它的表现还可以，除了有些偏色以外呢，细节呈现还不错啊，清晰度也还可以。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上回还有人说想看用微信跟抖音直接录制效果的啊，你可够狠的。那现在是主摄的表现，防抖、清晰度、颜色都非常好啊，比之前华为的手机要强了不少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啊，现在是逆光的环境，但是清晰度、颜色、防抖都很不错。现在是2倍镜头的录像表现，2倍呢就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防抖很不错啊，颜色很好看，清晰度也没问题。现在是4倍录像的表现，实际上呢就是3.5倍，它又稍微裁了一下。那么防抖的表现呢欠佳，但是颜色、清晰度都没问题。到了10倍焦段录像啊，它也是用3.5倍镜头拍的，可是防抖呢却非常好了，可能加上点电子防抖吧。虽然说清晰度方面有点肉啊，但是颜色很好看。现在是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，防抖跟清晰度啊跟白天比肯定是有下降的，而且呢还有些鬼影。超广角在这个场景呢就比较难应付了啊，就跟超广角拍摄夜景照片一样，确实有点难为它了。现在是3.2倍的录像表现，从清晰度上呢，我猜它还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拍的，防抖还可以啊。工业设计方面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台非常好看的手机，无论是背面还是正面啊。当然正面3个开孔啊，可能有人觉得不是很好看吧，但是我觉得还行啊，尤其是背面，这台手机做的很好看。手机做的还是非常薄的啊，比现在很多手机都薄，我甚至都没见过跟它一样薄的。倒是显得后摄的凸起呢稍微高了一些，但是就算上凸起，这台手机也是很薄的。硬件跟性能啊，我估计开完发布会大家就能知道了。而且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，对硬件性能也不是很在行。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Mate 60 Pro 在影像上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有优点、有问题、有不足、有希望。那优点在于很棒的微距拍摄效果，还包括微距的对焦能力，很好的人像拍摄效果和进步明显的白天录像表现。那问题嘛，就是官网上的介绍啊少了点字儿和标点符号。那不足嘛，就是主摄镜组的光学素质，还有夜景拍摄的效果有点不足。而且光学素质这块呢是很难通过软件升级来搞定的，但是夜景的效果还是有希望的啊！希望华为赶快改进。至于真正的希望嘛，不管你是否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啊，当然你早晚会知道。总之能看到这台手机的开卖和大家购买时的效果，明天就充满了希望。OK， 到结尾了，那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。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